喝咖啡的消费者或者从事咖啡行业的人员，基本都知道什么是拼配咖啡豆。由2支以上烘焙完成混合在一起的都属于拼配咖啡豆。最多的拼配方案达到10支不同的品种。下面介绍一下拼配咖啡豆初衷是什么，生拼与熟拼有什么利弊。作为一名咖啡从业烘焙师，做拼配方案的时候，必须跳出拼配就是艺术的感性陷阱，需要从商业和技术的底层逻辑来看待。拼配的首要目的是解决单一产地在供应和风味上的不确定性，并非纯粹为了追求美味去做拼配，而是为了商业上的一致性和风险对冲。每年单一产地豆子都会受到产季、气候和批次的影响，风味都在不断的变化。对于商业品牌或连锁店，如果这一季的曼特宁酸度偏高，必须通过加入其他豆子来修正它，确保顾客每一杯喝到的招牌风味都一模一样。通过将少量高价高香气的豆子与大量低价高醇厚度的豆子混合，可以在保证基础风味的前提下大幅压低原料成本，这是行业公开的秘密。又例如，有些豆子香气极佳，但口感单薄；有些豆子醇厚度高，但缺乏层次。所以拼配就是将生豆不同产地、地域风味及特色，利用取长补短的方式烘焙后，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，既能创造出一个在酸甜苦醇厚度上平衡，又能减少成本的咖啡豆配方。所谓的生拼就是指将生豆按比例混合后，放入烘焙机同时进行烘焙。这对于大规模生产生拼咖啡只需要设定一条烘焙曲线即可，节约了反复投豆和出豆的时间，降低了人力和能耗成本。在烘焙过程中，不同豆子的油脂和挥发性物质在高温下会有微弱的交叉渗透。通常认为生拼的豆子在风味上的整合会更加强烈，但是不同品种、处理法和产地的生豆，其密度、含水率和粒径大小完全不同。如果强行一起烘焙，会出现有些豆子已经过焦，但有些豆子还没熟透的现象，无法为每一款豆子量身定制合适的烘焙度。这是一种妥协的烘焙方式，通常只能照顾到比例最大的那一只豆子。熟拼是指将不同豆种分别烘焙到各自的最佳状态后，再进行比例混合。例如，可以根据埃塞俄比亚豆子的特性，跑一条快火浅烘焙的曲线，再给巴西豆子跑一条慢火深烘的曲线。每一颗豆子都在其高甜蜜点被发挥出来。在调整方案时，可以直接通过杯测混合不同比例的熟豆，迅速确定最佳配方，而不是为了调整豆类的比例去重新烘焙整锅生豆。熟拼对于烘焙师来说，大量的重复性后勤工作就是噩梦。如果一个配方有4支拼配豆，需要操作4次烘焙、4次冷却、4次搬运，最后还要增加一道物理搅拌的工序。由于不同豆子的烘焙色质不同，拼配后的熟豆看起来可能颜色深浅不一，这会让一些不专业的顾客误以为是烘焙不均匀。不管是生拼还是熟拼，都是烘焙师的工作，这需要考验烘焙师的烘焙思路及感官杯测能力。做生拼还是熟拼的烘焙工作，需要明白配方需要的是什么。咖啡烘焙不要被艺术蒙蔽，拼配的核心是解决问题，时刻理解你的工作行为的目的。如果是为了做低价外带咖啡，生拼是唯一的商业选择。但你必须筛选物理特性、密度和水分极度接近的生豆进行组合。对于自家烘焙的咖啡店来说，如果一款单一产地的豆子已经非常完美，
不要为了拼配而拼配。拼配咖啡豆不是好咖啡的唯一选择。拼配咖啡应该是为了掩盖缺陷或创造独特个性的手段，时刻需要清楚手里每款豆子的功能，哪些是提供香气的，哪些是提供醇厚度的，哪些是用来调和酸的。最后警惕垃圾拼配，检查是否在用低质量的瑕疵豆或陈豆来填充成本。这种做法虽然短期获利，但会毁掉你的品牌声誉，同时需要遵循咖啡烘焙师的职业操守。这期咖啡烘焙基础知识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本视频号的内容，请点击关注并转发，谢谢。